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超早起来，因为我今天是实习的最后一天，但我今天没有要去办公，我今天要和实习主管、实习伙伴们一起去 Brantford 的一个文化机构，叫做 Woodland Cultural Center。这个 Cultural Center 和我现在实习的单位也有一点关联，我想说实习的最后一天来记录一下。我现在速速弄了早餐，最近超爱奶油的，所以早餐都是吐司沾奶油。哇，已经快要8点半，大概在不到20分钟，我主管就要来接我。Woodland Cultural Center 是一间美术展览馆。在出发的路上，跟主管聊天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间印第安寄宿学校。如果你跟我一样对加拿大这段历史不太了解，简单说，在过去100多年里，加拿大政府曾经把原住民的孩子强迫送进这样的学校，把他们和家人分开，禁止说自己的语言，改掉原本的名字，只能学习西方文化。很多孩子因此失去了身份、语言，甚至有人永远都没能回到家。这些历史对很多原住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伤口，也是加拿大正在慢慢修复的记忆。Woodland Cultural Center 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诞生的机构。Hello， 大家，我回到家啦。今天天气意外的非常好，因为最近是要春天不春天的感觉，就是前一秒可能零上10几度，隔天呢就马上下雪，天气非常的不稳定。我现在回到家，然后正在做我的实习报告。这个实习其实是算在我们 program 的其中一个课程的 credit。这学期如果你去实习的话，你就可以少修一门课。当初选择实习呢，是因为我想要增加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我知道最近在北美找工作非常的困难，连实习呢都是要海投履历，你可能才会捞到面试啊之类的。我们 program 刚好有帮学生媒合实习的这个管道，所以我们只要在刚开学赶快把履历交给我们的系主任，系主任就会依据你的能力，然后你的专业技能，帮你媒合一个在 London 合适的实习单位。那我就来到了这个文化机构的实习。我想他可能是看我以前曾经有在台湾的文化机构做过实习，所以呢，他就帮我媒合到这个类似的实习单位。有一部分的技能呢是我在台湾已经有累积过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我在这边慢慢学起来的。因为实习已经在今天结束了，我现在正在完成我的期末报告。那这个期末报告呢，就是要把你所有这几个月在实习单位做的成果都展现出来，然后最后要写一下心得。那我就想说，是不是也可以来拍影片分享给大家这个实习？那我实习的单位呢，是在安大略省伦敦的 Embassy Cultural House。那 Embassy Cultural House 它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结合的单位。这个报告呢，我有把我实习的时间轴排出来。那主要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先联络他们，然后跟他们有一个线上的实习前的说明会。在1月初呢，就正式开始我的实习工作了。然后我的职位叫做 Contributing Editor。1月呢，我就完成了我在 Embassy Cultural House 这个网站上架设一下我自己的个人页面。接着我有去参访London当地的例如说 Archive 的收藏室啊，或者是其他的文化协会等等的。1月底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实习主管其中一个主管 meeting。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被安排了做电子报这个工作。他就跟我说要怎么制作电子报啊，然后一些排版啊，还有内容的搜集等等的。
那在2月的时候呢，我就正式的接下了这个电子报的工作。那同时呢，Embassy Culture House 他们也发行纸本刊物。这个纸本刊物呢，他们在过去几年就是不定期的发行。那刚好在2月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快要发行了。那个纸本刊物的内容呢，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不过他们还需要细致的排版。那我就接下了纸本刊物的排版工作。那刚好这个工作呢，和我之前在台湾做的工作内容有相关，所以对我来说不算太难。然后同时呢 ，Embassy Culture House 在这个月也是非常的忙碌，他们还要跑多伦多的一些演讲。那我帮主管做了这个演讲的 presentation slides。2月发出了我第一封电子报。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因为我是主要负责电子报这个部分，然后我以前完全没有做过电子报。然后3月我又再做了一次电子报，同时我去了 Museum London。Museum London 呢，它一直是 Embassy Culture House 的合作伙伴，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我就去那边认识了相关的人，然后看了Museum 后台的一些 archive。在3月呢，我也帮我的实习单位整理了他们自己的 archive 多，因为在文化单位工作，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可能几十年前就保留下来的。不过那个保留的形式可能是胶卷，我们要把那些实体的东西转为数位的东西保存下来，然后还有帮他们的一些实体的东西摄影，提供给当地的可能图书馆啊、收藏室等等的。那在4月，就是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的实习了，然后我也是正式卸下这个实习工作。在这个报告的最后面呢，我也写了我的 reflection。我觉得这个实习和以前在台湾实习虽然有点相关，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身为一个留学生，一个外国人，其实当我看到在加拿大当地的一些文化资料、一些文化故事，其实是我觉得会有一点隔阂。这2个学期在上课，我一直有觉得我就是一个局外人，因为包括课堂上面的文献，很多时候都会带到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叫做 First Nation。在加拿大呢，过去原住民有受到蛮多迫害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旁观者，隔着一道墙去看他们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深入其中。但在这个实习单位呢，我觉得我渐渐从旁观者走入他们的历史，走入他们的文化脉络当中，这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部分。然后包括我刚刚讲的一些 archive 的整理啊，负责电子报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联络不一样的文化单位、不一样的艺术单位，还有一些展览，要怎么把这些新的活动、新的东西搜刮在我的电子报当中，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挑战性的一部分。London 和加拿大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我要在短时间内去了解到这些很 local 的东西，其实还蛮不容易的。然后我的个性又是我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但我在整理电子报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不麻烦别人不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一开始是有一点 frustrated， 直到我愿意去请教我的主管，然后跟他说我的困境，就会让我学习到，其实有时候不需要自己埋头苦干，不懂的时候就是要虚心去请求指教。在实习的刚开始，其实我还是在一个观察适应。到了2月呢，我慢慢可以主动参与一些内容的策划啊，然后编辑设计啊、排版啊，看到我的内容被印刷出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非常有成就感。我也慢慢觉得自己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有些留学生可能会担心说，英文不是自己的母语，会不会在不同国家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国外的第一份工作会很有挫折。我觉得英文虽然很重要，但是要懂得如何用有限的英文能力沟通，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事情。我觉得实习它像是一个从学校到正式工作的一个过渡，一个缓冲。
这个地方它有点像是让你学习、让你试错的地方。你可以尝试各种工作方式，然后也会发现到在台湾和在这个新的国家的工作文化和伙伴相处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在这个单位工作呢，他们讨论到很多都是文化相关啊、历史相关啊。我的英文能力也没有好到可以全盘的吸收全部的内容，但是尽力的把我想要表达的讲出来。我也尽力的从那些海量的资讯当中去抓取一些我可以理解的东西。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和不同国家的人做事，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有时候你们的聊天内容都会很不一样。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你是一个外国人。其实有时候反而因为你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才能蹦出火花。最后我也写了我很感动的是，我们每周在进行会议的时候，我的主管不只是给我很多专业上、工作上面的指导，他也把我当女儿一样照顾，我觉得非常感动。包括他们每周在实习的时候都会开车载我到实习的单位。我到了实习的单位，会先和他们享用午餐，然后那个午餐呢是主管帮我准备好的。他们会在厨房弄一些异国的料理。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他说，我真的很喜欢那个酸酸的汤，那个酸酸的汤应该从南美洲还是南欧的料理，我忘记了。反正我就跟他说我很喜欢那个汤。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没有去，然后我下一周去 meeting 的时候，他就煮了那个汤给我。他说 Venus， 我觉得你很辛苦，然后你感冒才刚痊愈就来工作，这个汤希望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好。然后我真的是快哭了。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第一次来加拿大实习就遇到我的天使主管、天使实习单位。OK，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实习的心得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大家也有想要分享关于实习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在留言区询问，也欢迎把我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按赞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